现在已经组装了大部分Verifier 跟青岛社的 ATAGO 的甲板。那差异性就是在Aoshima的它是采用后面一片甲板，前面一片甲板2片组合而成的。那 Verifier 它是一整片的。OK， 好，然后组装起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在就是鱼雷发射的这个侧墙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你看到 Verifier 它是把侧墙整面开在船身上，那青岛社它是要另外再安装上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条很大的缝隙。然后前面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它的弧度是有点不太对劲，会跟不上。那后面这边也会不够，所以这个就是 Aoshima 在船身上比较大的问题。那解决方式其实蛮多的，我还是倾向使用就废框再加上填空的这个乙酸丁质的成分的滤盖去溶它的补土出来，用塑胶跟塑胶粘合。那等它完全干燥之后，我再重新修整它的形状，让它的外表看起来比较光滑平整一点。OK， 那 Verify 的话就比较简单，就没有这些步骤。对，那你可以看到它跟 ATAGO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跟大高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边。高雄级的话，它这边是有开一个缺口的，就跟现在这样子一样。对，那 Verify 跟 Aoshima 都有附上一个零件，可以把它完整的补起来。那我现在这是已经补好，然后并且有喷上底漆，所以就看不太出它的痕迹，它补的痕迹，不然它原本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对，所以晚一点的话就，然后西马这一艘它也有这个零件，我一样会把它补起来。那我们先做的是，我好像我们先做的是把这一条缝给补掉。那方式就是我先把它拆掉，它是采卡榫的设计。把它扯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插销，拉出来，它是这样子，这边有3个插销固定的，然后我就继续再使用这个填缝补土，直接糊上一整排，把侧墙安上去。OK， 好。这里会有一点点的缝隙，所以这边也是要上一些胶去填缝。
好 ，OK， 现在要制作的是 Aoshima ATAGO 的后飞行甲板的这个区域。可是，在制作这个区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蛮多的不吻合的这种状况。你看我把侧墙安装上去以后，底下侧墙安装上去以后，上面的飞行甲板就压不太下来，所以可能要从内部去稍微去研磨一下，让它是能够吻合的。再来就是第4号的主炮，第4号的主炮安装下去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会有一个，应该是说2个，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间隙，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非常大的间隙。好，那你如果觉得说那个是因为我下面安装的是不对的，那你看一下它的安装全部都是有插销可以固定的，所以它的安装位置就只能在这个地方而已，它没办法再往前延伸。如果你要往前延伸，你必须要把插销给切断，然后才能够把侧墙往前移动。那侧墙往前移动之后，就会造成你在组装飞行甲板的时候，你看它有很多的地方，它是距离是算得刚刚好的，所以你的侧墙如果往前移动，就等于这整个面它会往外移，那到时候会造成更多的困扰，所以变成说我必须要去填补这个缝隙，以及主炮下方的这个缝隙，变成要填补这个 L 型的缝隙，然后对侧也是一样，然后翻过来对侧看，它也是一样，也是有相当多跟相当大的这个缝隙需要去填补，而且所有的零件的 match 的程度是蛮糟糕的，对，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要修的地方是相当多的，而且楼梯的高度也不够，所以还好我们是楼梯有要更换成蚀刻片的部分。那有时候我会怀疑说，是不是我底下，侧墙下面太高了一点，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地方我并没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就没有去补土补到这个地方啊，所以因为我补土的范围没有很大，补土的范围大概就是这个到这一格、这2格油布甲板的这个区域，因为它缝隙在这里看得见，所以应该是只有补到这2格，跟这个地方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它侧墙会这么高，我就觉得还蛮纳闷的。不然就是从这里开始去研磨它，让它整个侧墙是可以往下沉的。然后如果它是往下沉的话，我又怕它会跟上方的飞行甲板造成缝隙。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做青岛社的高雄号跟爱宕号，然后西马的大告跟阿塔购，就是你要修补的地方是非常多的，然后要让它能够吻合所有的缝隙的话，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做好啊，然后还要再用第三方的改套，才可以把敖西马船做得漂亮。但我不太会去批评敖西马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产品是10几年前的模具，所以以那个时代来讲，可能就在计算各方面，它可能有它的考量，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只能靠就是我们这一些兴趣爱好者用手工的方式去修整它，让它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对。然后以 Verifier 来说的话，它就省掉蛮多问题了，因为它的模具是去年才开发出来的，所以在零件的安装上的话，我觉得它的吻合度都蛮高的。对，虽然我第4号主炮还没有安装，
它就所有该 match 的地方，它都是吻合的，对，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它旁边这边是使用金属蚀刻片去做它的侧部支撑，这个就是他们两家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以船身的细节上来讲的话，也看得出来是 Verifier 它细节会比较丰富一点。好，那我觉得因为要继续修整 Aoshima 的 Atago， 我会花蛮多时间的，这样影片我会拖得非常的长，所以我这一集就先剪接到这个部位。那其他的制作过程，我会在下一集继续就把影片给上传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样去修整它的这个部位。OK， 那这一集就先到这里，好，下一集见，拜拜。